潜行并不是所有人的菜，但你知道什么事吗？爆炸 Leveler going now. I swear to God, if it doesn't hit him.！Oh yeah！ 嗨，各位，又是我。这次更新除了坦克之外，还有一些平衡上的变动，比如所有的冲锋枪跟手枪的晃动都被减少了，还有近战武器的伤害加强。但是本影片的主角是破围先锋债券，我解锁了破围先锋债券的全部的物品，今天就来给大家看看每个东西的数据。首先是我们的装甲，尽管看起来很帅，但很遗憾的，装甲被动肾上腺素补剂，除了增加25点装甲兵级之外，还有受到伤害后会恢复一些体力。但首先，我们的敌人都能够对我们造成很高的伤害，通常我们被打到之后就会马上插针。再来，即使使用了死亡奔跑加成，它恢复体力的幅度是依据你受伤的多寡而决定的，所以你因为死亡奔跑所受的伤，也只会恢复一点点的体力，这一点体力也会马上就耗掉。个人认为啊，这个特长完全是没有用的，但这个债券的其他物品就相较有用许多。LAS-16 3x戟，不要看它只有轻甲穿透，它是全自动的光束散弹枪，每道光束60伤，不过耐久伤害只有6，光束有效射程200公尺。由于是光束，因此没有任何的伤害衰减，它也跟任何的能量武器一样，控制好你的射速就相当是于有无限弹药。然后它的扩散算是它的缺点，因此中距离以上的输出较为不稳，但通常会有一道光束打在你的准心附近，所以在中远距离还算行，但不建议。接下来同样是在第一页的 CQC-20 破门战锤，虽然说是破门哈，但是你没有办法把小城市的那些墙给打爆。锤子本身呢有个300的中穿近战伤害。锤子上的爆破装置可以造成2100的反坦克伤害。不过，如果你想拿它来打最坦的那种冲锋手的头的话，你需要注意的是，基于他们的头部有爆炸减伤，因此打头一下非常可能不会马上把它打死，但可以导致它流血致死。尽管官方消息说锤子的爆炸会对自身的右手臂造成伤害，但实战似乎没有这个效果，或者是可以避开。虽然论实用性来讲是不如抛弃式反坦克 EAT 的。但确实是目前最强力的近战武器，而且它非常的好玩。I'm too fat, hold on. 哦 ，Oh no！ 接下来是整个债券里面杀伤力最大的战备 EAT-411一平者。这个抛弃式可以造成1000的反坦2直击伤害，同时也会造成半径25公尺的2500反坦2爆炸伤害。给个概念，你可以一发带走一栋工厂，不过它的下坠将会需要一点时间习惯一下。紧接着是 G/SH39 防护罩，你可以用这个来重现《最后一战3》预告片的名场面。这个护罩有着1000的血量，它可以稍微给你装填支援武器的时间，也可以有效抵挡近战伤害。它可以让你在操作终端机的时候给予一些掩护，也可以放在步哨枪的旁边，或者你也可以拿来用它欺负跟踪虫。最后算是重头戏吧 ，GL28 弹链式，最高320 RPM 的榴弹，听起来很多，直到你发现，虽然它是重穿，但是一颗榴弹只会造成150伤害。给个概念，你需要用5发榴弹才可以打死一个盾兵。你可能会觉得，哦，也许它的 AOE 可能会让它好一点。这个榴弹由于比一般的榴弹发射器还要小，所以 AOE 也比它还要小。哦，你觉得它在虫族阵线就会表现得比较好吗？不，光是一般的武斗虫就需要3发榴弹才可以打死，价值甚至不如麦西机枪。这个可以说是最令人失望的战备，特别是一般的榴弹发射器，现在在 buff 过后也是重等穿甲，而且450伤害。你搭配补给背包，你的弹药量跟输出量就远比这个还要多。所以说，真的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了。这个可以算是整个债券里面最令人失望的战备。它很差吗？它没有那么差，但是它真的非常令人失望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。下一期的影片呢，将会是坦克的使用教学。不过，我可以先给你一个很重要的提示：千万不要去碾平民的车子。哦！撒脚！哟！I'm gonna complete the objective. What the fuck? I don't fucking know.
Go, go, go. What the hell? Why? What the fuck flipped us? I don't know. It happened. Drive into the